公元263年，蜀汉尚有数万精兵在外，成都城墙依旧高耸，看似仍有一战之力。但就在所有人以为胜负尚未揭晓之时，一支本不该出现的军队，竟从地图上走不通的地方悄然杀出，直接刺向王朝心脏。这场看似注定的灭国之战，真正的转折并不发生在正面战场。魏元帝景元4年，公元263年，曹魏征四方之兵18万，分三路进攻蜀国。征西将军邓艾率兵3万余人自狄道向榻中进军。雍州刺史诸葛绪率3万余人马自岐山进逼武都阴平桥头。镇西将军钟会率主力10余万人，分别由斜谷、洛谷、子午谷进军汉中。应该说，这一进军路线可谓既狠又准。蜀汉内部的政治斗争使主帅没有固守必争之地汉中，而是转至榻中。司马昭正是抓住这一机会，其用意在于以邓艾正面钳制降维，令诸葛绪切断阴平桥，断其归路，同时由钟会进攻缺乏蜀军主力的战略要地汉中。此举可谓一石二鸟，既可牵制降维，使其难以归援汉中，又可趁汉中空虚，以优势兵力迅速夺取，避免付出巨大的公关消耗。即便邓艾、诸葛绪一时难以击破降维主力，只要钟会如期占据汉中，姜维便将面临被彻底合围的危险。这个计划一旦实现，蜀汉主力便可能被全歼于关城之外，届时蜀国诸关要害将陷入无兵可守、无将可派的窘境。但姜维并未坐视司马昭为所欲为，他巧妙调动诸葛绪，使这一战役实施中的关键一环离开阴平桥，从而跳出包围圈。随后听闻汉中与阳平关已经失守，便与北上来援的廖化、张翼、董厥等部会合，退守剑门关。由于诸葛绪的失误，西路军合围姜维主力的计划最终落空，魏军反而将面临与蜀军主力在雄关决战的不利局面。即便如此，益州北大门汉中仍被钟会的大军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便攻取。要知道，当年刘备夺取汉中曾付出极大代价，而魏延、诸葛亮、姜维等人在此经营数十年，即便缺乏主力部队，按理也应顽强抵抗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，或许连司马昭也未曾料到，蜀汉已经衰落至此。汉中失守，姜维亦难辞其咎。他未遵守措手诸围、拒敌于外的旧制，认为士可御敌，不获大利。为求获大利，虽采取敛兵拒谷、坚壁清野之策，意在待敌军撤退时与游军并力搏之。这一构想本身颇为巧妙，然而司马昭恰恰抓住其主力不在汉中的时机，致使蜀军兵力不足，无法固守关隘。不仅坚壁清野之策难以实施，反而让魏军迅速进入汉中腹地，在极短时间内控制了全境。另外，成都方面命令汉军守军不在外围抵抗，全线后撤，也可视为在执行姜维的既定计划。这样一来，魏军钟会主力与蜀军主力在剑门关形成对峙，而邓艾则已抵达阴平路口。其后发生了一段小插曲，西路军邓艾曾提出与诸葛绪会师，自涪城方向迂回，避开剑阁，直取成都。但诸葛绪以邀击姜维为由，拒绝了这一提议，转而率军东进，在白水与钟会会合。结果诸葛绪反而被钟会设计陷害，其所部也尽数并入钟会麾下。从白水关到成都，自刘备时期便不断修整交通，由涪城直趋成都，对蜀国而言堪称致命通道。但阴平道地势险绝，人迹罕至，看似根本不存在可供大军通行之路，因此蜀汉方面几乎毫无防备。仅刘备曾在平武部署过3教人马，却很快被钟会派田章清除。这条路线也更无人相信可以用于行军。当时的局势是，
钟会所率13万主力被一夫当关、万夫莫开的剑阁牢牢阻挡，进退维谷，粮食日渐枯竭，转运又极为困难。钟会甚至一度考虑退兵，一旦后撤，此次灭蜀之役将前功尽弃，半途而废。然而若继续进攻，眼前的玄关又实在难以逾越。邓艾对这一形势看得十分清楚，于是大胆提出了偷渡阴平的计划。邓艾上言道：现在敌军受挫，应该趁机进军，我们可以从阴平出发，逐小路经过汉德阳亭，直奔涪城，从剑阁西边的小路切入，距离成都只有300多里了。这支骑兵就能直插敌人的心脏，这样一来，剑阁的守军必然会被调动。应该说，邓艾的这一计划本身就带有极大的冒险性。其一，阴平道是700余里无人之地，山高谷深，粮运艰难，部队一旦行走其中，只要被敌军察觉，极有可能全军覆没。即便未被发现，能否顺利走出险地，本身也是未知数。其二，既然是偷渡，兵力绝不可能太多，最多不过数千精锐，而这支部队却要面对涪城守军、绵竹守军以及成都方面的蜀汉中枢兵力。若蜀军临危不乱，固守待援，邓艾这支孤军后无援兵，内无粮草，恐怕难有作为。阴平即今甘肃文县一带，当地至今仍可见邓艾入蜀时所修栈道遗迹。道路虽算通过，但此时邓艾所部已是疲惫不堪，几经断粮，前方的涪城立刻成为决定生死的关键节点。一旦涪城失守，邓艾的精兵便可获得补给，迅速恢复战斗力，继而直指成都。反之，若守军据城失守，这支数千人的皮师很可能成为军事史上的反面案例。最终局势并未朝蜀汉有利的方向发展，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。蜀军涪城守将选择投降，形势由此急转直下。涪城的失陷使其迅速成为邓艾的补给基地，部队自死地中复苏，进可直取成都，退亦可牵制剑门。可以说，涪城的占领标志着邓艾这一冒险计划已经实现了一半。邓艾能够兵不血刃地占领涪城，固然有运气成分，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他主观上的判断与执行力。归根结底就在一个旗字。可以想见，马邈此前所听到的消息，无非是北线曹魏大军南下，汉中失守，姜维在他中受挫，并退守剑阁。蜀汉已至生死存亡之际，任何一位蜀汉地方官在这样的背景下，都难免心中惶惶，对朝廷与局势充满不安。而当魏军如同从天而降般突然出现在面前，马邈自然难免慌乱。或许是在混乱之中不明所以的向邓艾的先登投降，或许早已认定蜀汉将亡，只求明哲保身，又或者误以为魏军已击破剑阁主力，直接攻至涪城，除了投降别无选择。此时蜀汉尚未立即灭亡，成都仍有完整的中央兵力，理论上仍具备一战之力。然而邓艾并未给蜀人留下任何从容应对的机会。诸葛瞻率领蜀汉最后的力量从成都赶往涪城，然而因贻误战机而退守绵竹，试图力挽狂澜，一度击败邓忠失转。但邓艾很清楚自己已无退路，唯有继续向前。随后他重新整顿部队，再度发起进攻，终于击溃蜀军前锋，并突破成都之前的最后一道防线绵竹。诸葛瞻战死，成都也彻底暴露在魏军兵锋之下。随后刘禅采纳乔州的建议，开城献降，向邓艾投降。至此蜀汉正式灭亡。姜维得知成都遭到偷袭后，率蜀军主力4-5万人由广汉、西道，最后撤退至涪城。观望局势变化，却万万没有想到，等来的竟是一纸投降的赐命。他千算万算，唯独没有算到后主会选择投降。消息传至军中，蜀军将士悲愤难平，纷纷拔剑疾死。
钟会得知邓艾奇谋成功，又见姜维撤退，遂命胡烈田绪盘会堆积，自己率主力直趋成都。姜维接招后，深知大势已去，只得率全军投降。于是邓艾得其主，钟会得其军，各得其所。其后，残酷的政治斗争相继展开，邓艾、钟会、姜维等三国末年的豪杰先后离场，反倒是后主刘禅以乐不思蜀留名史册。